特朗普关税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以牙还牙，禁止稀土出口后，美国面临巨大问题，无法生产高端武器。据德媒称，五角大楼被迫从废旧的装甲车里寻找可回收利用的稀土。我们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的报道：稀土之战惨败收场，中国如何让特朗普低头？ Das Pentagon hat begonnen, alte Panzerscheiben abzuschaben, um das seltene Germanium zurückzugewinnen. Grund ist die Verknappung der seltenen Erden durch Exportbeschränkungen Chinas. Diese Metalle sind für die Militärtechnik unverzichtbar, doch die USA sind stark von Importen abhängig. Trump will nun die heimische Förderung und das Recycling stärken, doch Experten sind sich einig, ohne Importe werden die USA auf absehbare Zeit nicht auskommen. 特朗普本想用经济手段击垮中国，结果却是美国经济自己先扛不住了。撤销加征关税的决定不仅仅是一种妥协，更是一场政治上的惨败。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不再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45%的关税，这标志着这位美国总统的全面失败。他试图强迫全世界接受美国制定的新贸易规定，如今已彻底破产。早在4月2日关税生效后没几天，特朗普就不得不紧急改口，因为股市和债券市场暴跌，仅4天时间，他的政策就导致全球市值蒸发约9.6万亿美元。特朗普本想组建全球反华联盟，为了勉强保住颜面，特朗普暂停了对全球各国的惩罚性关税，唯独中国除外。他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地扬言，这才刚刚开始，其真实意图昭然若揭，就是要打造一个围剿中国的全球同盟，上演一场群狼战术。然而，还不到3周时间，这些关税政策也沦为了历史垃圾堆。由于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导致销量断崖式下跌，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又让本土消费者根本买不起。这场贸易战最终扎了美国人自己的脚。美国民众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从吸尘器到料理机，所有商品价格几乎是3月份的2.5倍。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停止向美国供货，而美国企业又无法在短期内填补这一空缺，导致美国消费者要么面对空荡荡的货架，要么面对价格高得离谱的商品。由于中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稀土储备，这些资源对智能手机、冰箱和卫星技术的生产至关重要。北京在这一领域掌握着绝对主动权，因此特朗普不得不首先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难以估量的困境。这又是一次意料之中的失败。观察人士不禁要问，这位美国总统究竟设想了什么场景，竟让他误以为自己能够战胜北京？关税不会归零，特朗普表示将对所有行业而非特定领域降低关税，但拒绝透露具体数字，仅含糊其辞地表示不会降到0。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直言，这些关税不可持续。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成了个彻头彻尾的输家，而他的中国对手习近平则稳坐赢家宝座。中国在这场博弈中成功地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尽管特朗普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尽管北京始终释放谈判诚意，但中共领导层明确拒绝在美方诉求毫无章法，连基本谈判要点都未明确的情况下，让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空谈。特朗普的如意算盘让各国排队求着与美国签订贸易协议。这位习惯用霸凌而非用外交手段处理政务的美国总统，原本盘算着通过关税施压迫使中国屈服，他盘算着等中国低头后，就能顺势降服其他所有国家。这些国家都收到了他发出的90天宽限期的警告，预期就面临关税大棒。在这位美国总统的幻想中，所有被关税威胁的国家早就该卑躬屈膝地排着长队，用他的粗话说，就是等着舔我的屁股，争相与他签署贸易协议。虽然华盛顿已开始与亚洲伙伴，主要是韩国和日本展开磋商，但具体谈判内容和让步条件都秘而不宣，把刚开始的谈判直接吹嘘成重大胜利，实在太过狂妄。
中国警告各国不要掉入特朗普的陷阱。中国已向日本等国发出警告，切勿掉入特朗普设下的圈套，以损害中国经济为代价签订新协议。但东京方面根本无计可施，因为如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日本经济已深度融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即使有意愿也难以实现两国经济脱钩。日本承受着特殊压力，因为上周它成为首个与特朗普政府重启贸易谈判的国家。专家圈内普遍认为，日本能向美国提供的让步空间极为有限。有分析指出，日方或许会承诺进口更多美国大米，但此类举措对削减两国约54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无异于杯水车薪。美国已输掉对华贸易战，难道增加对日本的大米出口就配得上重大胜利的浮夸说辞？显然不够格。但此时此刻，特朗普不得不把任何微小进展都包装成巨大胜利，以免沦为输家形象。然而，所有华丽辞藻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在与习主席的这场较量里，他短短数周就已败下阵来。好，咱们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唐纳德已经做到了一件事，丧失所有的信任。随着他疯狂的短视行为，任何计划能力也荡然无存。事实证明，大话说得多，积极成果却少得可怜。继续往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特朗普所想和声称的那样真正舔过他的局。相反，全世界都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全世界都知道这种关税政策是多么毫无意义，因此不会再玩这个游戏。现在，新的供应链和生产链正在建立起来，把美国排除在外。我们再往下，特朗普讹诈世界的企图惨遭失败，他看起来颜面扫地，而以乌克兰为代价的签订和平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这将使特朗普的失败变得更加全面。下一则，特朗普的计划很简单，任何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人都要为所有输往美国的商品支付200%的关税。特朗普希望以此在世界上孤立中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人会同意。继续往下，中国人以牙还牙，毫不客气地把波音飞机送了回去。对待特朗普和他的关税就是这么简单，美国经济不会再忍受这位先生的这种胡闹。我们看跟贴，中国人没有那么傻，在交货前支付20%的定金，大多数航空公司是这样做的。我还认为，最近波音出现的问题缺陷不是一个好形象，许多飞机还停在地面上，需要进行技术升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需要中国的专业技术。再往下，不管德国经济如何，至少德国义无反顾，宁愿进口昂贵的美国天然气和石油，也不愿从邪恶国家进口更便宜能源。下一则，我观察到特朗普的方法只对害怕他的国家有效，不幸的是，欧盟也表现出了恐惧，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等有明确立场的国家则失败了。下一则，我不像媒体那样高兴，因为中国赢了，而且在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只要是反特朗普就行，不管中国从我们手里收购了多少公司。我们看跟贴，说到底，我宁愿中国收购这些公司，也不希望他们因为特朗普的政策而破产，员工失业。是特朗普挑起了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战，而不是习近平。于是呢，这位网友反问道：你有什么建议来防止习近平今后讹诈世界，并将中国的劳动条件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特朗普再过4年就要走了，中国人作为世界的统治者让我感到害怕。继续往下，我错过了什么新闻吗？美国是否降低了对中国的关税？再往下，美国输掉了与中国的贸易战的这种说法为时尚早。我更愿意说，第一轮小规模的贸易战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的测试。与中国的对抗，如果你想称之为贸易战的话，
才刚刚开始。再往下，中国及其20亿人口的市场，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已经属于中国。虽然越南正在订购美国 F-16战斗机，如果中国不像越南这样，就不会有 F-16战斗机。中国非常强大，几乎可以买下其他国家。而特朗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小丑，总是咆哮，总是出尔反尔。血债血偿的普京正在偷笑呢。下一则，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不会立即调整对美国的关税。继续往下，当中国最终接管世界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更公平，更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实行曼彻斯特原始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再往下，有人这样说，也有人那样说，到底相信谁？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不想也不能错过这块蛋糕，明白吧？我们看跟帖。不，自2020年起，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就变成了中国。再往下，美国有个特朗普，中国握有制胜牌。下一则，好吧，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幸的是，欧盟和德国比美国还要落后。继续往下，我从未怀疑过特朗普的失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搭配几乎是自杀行为，主要受害者是美国人自己。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再往下，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就像我们的政客在难民政策上一样自欺欺人，他总是一根筋到底，在经济、文化和财政上毁了自己的国家，就像在德国一样，他们以为可以靠自己拯救全世界。继续往下，中国要是真跟特朗普较完真，他能平安地走在美国大街上，不被人打死，就算走运了。这蠢货正把美国拖向一场顶级的经济灾难。毕竟他从来就不是什么聪明人，连蛋糕上最亮的那根蜡烛都算不上。下一则，美国人一遇到阻力就马上改变立场，中国人做得真棒。特朗普这个家伙专挑弱者欺负，看看泽连斯基的例子。特朗普这家伙竟然与俄罗斯勾结在一起，联手掠夺乌克兰。我只希望这样的盟友不会永远成为我们的伙伴。欧洲必须努力增强自身实力。这个世界奉行丛林法则，无力竞争就会失败。欧洲犹豫不决的行动，现在得到了报应。感谢施特格纳、舒尔茨这些红袜子们，还要感谢其他那些顾虑重重的人，他们呀，真把德国害惨了。再往下，这难道都是喜剧吗？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这个两条腿的灾难货特朗普又搞出了什么新花样。每次都以为这该到了极限了吧，结果坐在沙发上喝第一口咖啡时，那个橙色人的新操作又把我惊得从沙发上跳起来。现在居然要给中国降关税，习近平怕是要笑得停不下来，简直难以置信。要我是中国，现在就先断供半年，让那些美国佬傻眼去。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以为关税是我们或者中国人买单，天哪！下一则，有句俗话说同流合污，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唯命是从，现在美国自己都走投无路了，搞得我们也跟着一起出洋相。美国如今国债堆积如山，超过36万亿美元，每年光利息就要支付1万亿美元，连续55年财政赤字，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地位也在下滑。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一种狗急跳墙的反应，不是欧洲，而是中国让他明白这套行不通了。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欧洲在世界上的无足轻重。可那些长期追随美国精英的欧洲当权者们，至今还不愿意面对现实，说真的，太丢人了。继续往下，特朗普谈到与中国达成关税协议，但同一天他的发言人却淡化了整个事情。
股市在良好复苏之后突然下跌1%，谁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吧？再往下，这就是让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当总统的后果。在政界掌权的往往不是什么聪明人，其他地方也一样，根本不需要什么专家都能看得出来，特朗普永远不可能让中国屈服。想想美国国债的事就知道了，中国持有的恐怕是大多数。中国的发展确实前所未有，虽然手段有时很激进，但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满意的。别忘了，就在几年前，那里还闹过饥荒呢。下一则，住在玻璃房子的人不敢乱扔石头。我们对中国的依赖也已经到了极限，其他一些国家也是。这些国家完全可以在政治上要挟我们，这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们的政治精英们却毫无作为，对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来说，这简直不可理喻。继续往下，中国没有向特朗普屈服，这简直是特朗普的奇耻大辱，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我特别高兴，中国不仅没有低头，反而让全世界看清了特朗普有多愚蠢。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事情就是这样，中国不可能被打败，军事上不可能，经济上当然更不可能。中国目前绝对是这个星球上的超级英雄。好的，朋友们，这一期的德媒文章有点标题党的味道，所谓的稀土之战只在开头提到了一两句，根本就没有深入。不过从作者本身到网友评论来看，德国人这次突然理中客了，可能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中国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吧。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出奇的一致，那就是特朗普正在输掉关税战。美国现在正面临全球性的信任危机，而中国是胜利的一方，也是稳定的基石。